之后我就改成吃回早餐，我这个胃胀胃痛的症状就少了很多很多。阿巴卡巴，我是丽莎明药剂师。今天我会分享胃食道逆流和胃痛，他们的药物治疗和他们的非药物治疗。为什么我身为药剂师，明明上一集都已经讲了胃食道逆流的药物治疗嘛，偏偏还要出一集讲非药物治疗？因为其实很多胃食道逆流的患者都会和我们说，我吃了胃药，可是还是不会好。我的药已经吃完了，我还是火烧心，晚上还是睡不好。其实胃食道逆流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。吃胃药可以改善胃食道逆流的症状，然后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质，但是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才能够真正的改善胃食道逆流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，我是丽莎营药剂师，我在这里分享日常会用到的药物和保健品，还有怎么的安全合理的用药。订阅我就不会错过任何想要知道的知识咯。胃食道逆流是我们的食道和我们的胃部的接口处的肌肉松掉了，所以就会造成我们胃里面的内容物呢往上跑去食道，所以会造成火烧心啊、咳嗽等等的症状。胃痛有可能是我们一下子吃太多，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胃部有溃疡，就是有凹塞。假如说我们太忙没有吃饭，忘记吃饭，胃酸就会在我们胃里面空磨，长期下来胃酸就腐蚀了我们胃部的黏膜，造成溃疡。我在上一集有说到，胃痛比较像是一个症状，如果你有胃痛的话，你应该去查你是不是有胃溃疡或者其他的疾病。其实胃食道逆流和胃痛的治疗方法是有共同之处的，那就是胃食道逆流和胃痛都可以使用抗酸剂和制酸剂来治疗。我知道它们名字好像很像，那关于它们的区别呢，我之前有谈过，按这里复习一下。简单来说，抗酸剂是 antacid， 它是碱性物质，用来中和我们的胃酸。抑酸剂呢，则是直接减少我们胃酸的产量。为什么胃食道逆流和胃痛呢都会用到抗酸剂和制酸剂？因为它们的症状都和胃酸的分泌有关嘛。在非药物治疗方面，胃食道逆流和胃痛呢，又很像哦，是有相像之处的，所以我一次过先讲出来。我会先分享他们的共同点，再分别的讨论。其实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啊、胃痛啊，而且不严重的话，你改变你的生活习惯，可能就会好了的，根本不用用药。这边分享3个非药物治疗，对于胃痛和胃食道逆流都有帮助。第一，注意饮食，你看看你是不是有吃了什么食物会让你更加的不舒服，会让你的症状加重了。比如说有的人吃太油的话，或者他们吃了比较多的蛋糕，他就会觉得肚子比较不舒服，因为这些食物会刺激我们的胃，产生更多的胃酸。有一些人是发现喝了汽水过后更不舒服，因为汽水会在我们胃里面产生气体。如果你本身已经是有胃痛的人，你这个胃胀气会让你更不舒服，所以就要避免这些会让你不舒服的食物。第二点，少量多餐。如果我们一下子吃太多呢，就会给我们的胃太大的压力，这个胃被撑了之后呢，它可能就往上跑，会造成胃食道逆流，或者我们的胃需要分泌更多的胃酸来消化这些多余的食物。所以与其你每一餐都吃很饱，倒不如你少量多餐。第3点，也是我认为最难做到的一点，就是细嚼慢咽。为什么我们嘴巴有牙齿？我们的身体是很奇妙的，它是有原因的，就是让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把食物咬碎，这样子我们的胃呢，它才可以更好的消化食物，把它们转化成营养。但是现代人吃饭太紧张了，或者没有意识到，因为常常看住电脑、看住手机吃东西，还没有咬几口就已经把饭吞下去了。你的饭还这么大块，你就吞下去，变成你的胃呢需要做更多的工作，会加重你胃的负担。所以细嚼慢咽呢是可以减少胃痛跟胃食道逆流的症状的。这3点就是胃食道逆流和胃痛治疗的共同之处。现在我们单独讲啊，我先讲胃痛。关于胃痛，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十分的有效，就是按时吃饭。我在这部影片分享过减肥嘛，其实我是有试过168断食法，我早上就不吃早餐，结果那段时间我的肚子很容易胀风，也会胃痛。之后我就改成吃回早餐，我这个胃胀胃痛的症状就
少了很多很多。现在只是如果我比较吃东西，比如说我之前中 COVID 嘛，然后我就要等我的 housemate 帮我打包啊，这样子比较迟的情况吃饭呢，吃东西后我就会胃胀。可是按时吃饭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子的情况，推荐给大家这个方法。对于胃食道逆流需要注意的情况比较多，这里分享4点。第一，吃完东西不要立刻躺平，这个很明显吧？因为躺平的话，你的食物就比较容易上来，至少要等1到2个小时。如果你吃比较多，可能要等更久，这个你们要自己去拿捏。第二，睡前2到3个小时不要吃东西，它的理由就是跟第一点一样嘛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要提醒你，宵夜呢是不适合胃食道逆流的人吃的。第三，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多垫一个枕头，上半部分呢抬高，就会减少你的胃部内容物逆流。第四，减肥。当我们体重过重呢，就会增加腹腔的压力，它会挤压到我们的胃，所以呢，瘦下来呢就会减少这个压力。也提醒一下168断食法呢，就是16个小时不吃东西，可能比较不适合胃有问题的朋友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服用一些保健品来加强我们肠胃的健康，比如说马努卡哈尼麦卢卡蜂蜜，它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，所以它可以用在胃溃疡的修复上面。服用 probiotic 益生菌呢，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胃酸倒流还有胃痛的症状。服用益生菌的作用呢，是提供我们身体好的细菌来维持我们肠道环境的平衡。不是说不可以吃药，就是在我们调整我们的习惯的同时，因为我们还是会不舒服嘛，在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就可以用药。如果你本身情况比较轻微呢，可能像我一样定时吃饭就可以改善症状了。不管你是胃痛还是胃食道逆流，药物治疗和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呢，两者一起进行呢，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。希望这一集对你有帮助。我是绿色营养技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